一位单身妈妈带着对鱼类无爱的孩子，前往一个宁静的乡村渔村定居。为了维持生活，在当地一家小旅馆担任服务生。尽管何家非常小心，偶尔还是会遇到巡视的醉酒顾客。除了服务生工作，在得到老板娘的允许之后，何家开始向用餐的顾客推广自己的小卡片，承接一些翻译和文案的兼职工作。毕竟单独养育一个男孩的开销不小。然而出乎何家的意料，第二天一早，他就收到了一通陌生男性的邀请电话，约定于早上10点在村里的码头见面。何家带着孩子满心期待地到达码头，却发现等待他的是一个打扮花哨的中年女性。他突然回忆起这个人就是昨晚在聚会中与他交谈的男士，似乎还是一家捕鱼公司的老板。此时的何家面色冷淡，牵着儿子便打算离开，却意外地被一个正在车旁挖鼻子的男子注意到。见到何家，阿阳急忙追了上去，还热心地拉起了小静的手，热情地说要带孩子去看看轮船。就这样，难以拒绝的何家被这位热情的阿阳从西岐渔港带到了村子另一端的阴船渔港。阿阳向何家解释，虽然现在这里人烟稀少，但在过去繁荣时期，这里每天都是人山人海，渔船出海前的景象也非常壮观。渔船一归岸，新鲜的渔货便被市场上的买家迅速抢光。在轻松的交谈中，阿阳领着何家抵达一座洁白的小屋前，这里是他所在公司的工作场所。虽然口称办公室，实则是一个堆满了各种杂物的休息处。何家一踏入门槛，便闻到了浓烈的海鲜气息，这对不爱吃鱼的他来说，有些让人难以接受，内心默默立誓，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正当何家准备告辞时，阿阳终于揭示了召见他的原因。他希望何家能帮忙复兴这个曾经繁华的渔港。在何家疑惑的目光中，阿阳坦白了渔港衰败的根本原因：过度的捕捞导致了渔获的急剧减少，再加上现代人对野生海鱼的兴趣减少，使得海鱼价格持续走低。如此经济效益不佳的捕鱼工作，难以吸引年轻一代的参与。随着资深渔民的相继退休，能够出海的渔工日渐稀少，阴船渔港也因此逐渐荒废。听到阿阳的请求，何家感到了压力，本想婉转拒绝，却没想到被旁边儿子的举动打断了思绪。转头一看，他惊讶地发现，平日里挑食的小静竟然津津有味地品尝着新鲜切片的生鱼。在儿子的榜样鼓励下，何家也鼓起勇气尝试了一片清澈透明的生鱼片，眉头紧锁地将食物送入口中。但很快，他的脸上展现出了惊喜的神情。那一刻，鱼肉在口中化开，未留下任何腥气，令何家怀疑之前品尝的是否真的是鱼。他急切地询问阿阳这鱼是何方神圣。阿阳回答说，这不过是寻常的竹鹰鱼。何家仍沉醉于竹鹰鱼的绝妙滋味时，阿阳抓住机会，热情地出手，将1万日元摆放桌上，表明这是助力渔港复苏的部分报酬。随后拿出何家的名片，强调企业顾问4字，肯定没有找错人选。阿阳向何家坦白，岁月不饶人，虽然未知余生长短，但愿望是在余下的岁月中，能见证渔港重现昔日的繁荣景象。何家被阿阳的真诚所打动，虽是行外人，终究还是答应了这一使命。然而回到家中翻看资料，他不禁开始后悔起来。30船公司长期的萧条累积了沉重的债务，工资拖欠和传贷累计高达数亿，能够坚持至今不倒，实属奇迹。但已经收下的1万日元使他不得不去寻找解决之道。就在此时，儿子小静的一席话启发了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何家立刻请朋友走访超市调查价格情况，了解到东京超市的竹鹰鱼的价格高达每公斤1500日元。他的双眼立刻闪烁着光芒，因为本港的竹鹰鱼售价仅为每公斤400日元，若渔民能直销他们的渔获，利润空间将大幅增加。心中计划已定，何家急忙前往，找到阿阳先生的办公室，满怀信心地展示他的计划。面对几位听众惊讶的表情，何家颇为得意。他将这种销售方式命名为3市现捕鲜鱼箱，意味让渔民将捕获的新鲜海鱼装入保温箱，直达消费者手中。然而，阿阳对何家近乎完美的提案却沉默不语。他最终开口，却是泼冷水，透露了当地渔业协会与渔民间的潜规则。渔民通常将捕获的鱼卖给渔业协会，作为交换，渔业协会提供必须的燃料和冰。何家无法理解这种做法，毕竟没有法律要求渔民必须通过渔业协会销售。现在资源也不同于过去，渔民完全可以自行准备。面对这一挫折，何家感到前所未有的失落。他面无表情，从包中抽出那张1万日元，重重地摔在桌上。他愤慨地宣布，请别人吧，随即气冲冲地离开。回家的何家愁眉不展，显得郁郁寡欢。小静轻声说，妈妈，你看起来好生气啊。何家听后立刻向儿子道歉。他解释说，自己不禁想起了一些不愉快的往事，回忆起高中时一名转学生因天生棕色头发而受到老师的责令染黑。何家觉得这不公，便向老师提出质疑。他甚至翻查校规，指出要求那名女生染发违反了禁止染发的规定，但老师只是轻描淡写的回应，坚称学生头发必须是黑色，这是校园的潜规则。即便如此，何家仍未放弃。他在早会上代表班级公开反对。然而当询问是否有人支持何家时，支持声却寥寥无几，甚至那位棕发女生也转而指责何家，让他代为承受指责。因此当在船公司听到阿阳先生提及渔民授予给渔会是潜规则时，何家的情绪才会如此激烈。他确实是全心全意的想要振兴这个小渔港。在陷入绝望之际，他的朋友透露，政府实际上鼓励渔民自行销售渔获，但自营销售的许可证需要地方团体的认可，
这意味着最终仍需得到于慧的同意。为了探听于慧的态度，何家特地约见了山浦会长。在给会长斟酒时，他巧妙地询问是否有办法提高渔民收入。然而山浦会长的回答令他感到沮丧，意识到从山浦会长那里得不到帮助，何家立刻改变策略。他决定求助于分会的理事长。理事长对何家这位热情的小迷妹颇有好感，果然上钩了。聚会后，他跟随何家来到了一家小酒馆，但他很快就开始后悔这个决定。何家像极了一片难以摆脱的创可贴，不停地向他宣讲他的鲜鱼香计划，并且坚持要他在自营销售的许可证上签字盖章。可能是被何家的坚持和热忱所感动，中川理事长的态度开始软化。他告诉何家，生意需要让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从中获益。何家的提案的确能使卖鱼的渔民和购鱼的消费者受益，但他也担心当地渔会和批发商的立场。最终，在何家调整了许可证文案后，理事长同意了盖章。有了中川理事长的签字和盖章，何家的许可证申请迅速得到了处理。他的申请迅速绿灯通过，直达了农林水产省的最高层。拿到许可证的何家兴奋不已，立即返回英传渔港的办公室。他找到了那个对事态依旧一头雾水的阿阳，允许渔民自行销售渔产。三狮船公司的鲜鱼直销业务终于可以开张。何家展示了他手中的正式许可证，红色的印章在认证书上格外醒目。阿阳起初难以置信，随后欣喜若狂的情绪溢于言表。然后他走到何家面前，称赞他是三狮船公司的守护神。但阿阳的笑容还未能持久，突如其来的麻烦又出现了。渔会会长山浦带着满腔怒火踏入，愤怒地质问何家竟然绕过他，直接找分会理事长盖章，还拿到了这份令人费解的许可证。此时的何家却异常沉着，他已决心为了渔民的利益坚持到底。山浦见何家毫不动摇，立刻变得激动，他大声追问阿阳是否打算不顾渔会自行销售。阿阳面对会长的逼迫和何家那充满期待的目光，最终做出了他的决定。阿阳的屈服让渔会会长山浦大为满足，他几乎以为已经完全掌控了局势，甚至开始讽刺何家的无知和自不量力。不公正再次发生在何家身上，但这次他拒绝默默接受，他决定今天就要挺身而出，反抗不公。面对愤怒至极的何家，山浦带着冷漠的微笑说：“那就随你们好了。”但他警告说，三狮船公司将不再得到渔会的燃油和冰块，渔会也将不再购买他们捕获的任何鱼类。他表示有兴趣看看阿阳和这位狂野女士会想出什么花招。尽管何家费尽心思为船公司争取到个体自营的许可，甚至在渔会会长面前毅然宣称他们要自行销售渔货，三狮船公司的社长阿阳仍旧漠不关心。他甚至亲自到渔会会长的办公室下跪道歉，表明与何家划清界限。尽管被委以重托要拯救渔港的三狮船公司背叛了他，倔强的何家仍旧不肯放手。几天后，他直接去码头找到阿阳，他告诉他自己尝试的推销行动很成功，许多人对新鲜鱼香的销售模式很感兴趣。现在他已经获得了10箱竹鹰鱼的订单，但即使何家将机会摆在面前，阿阳仍旧固执己见。他甚至宣称以后都不会再向何家出售三狮的鱼。无法从阿阳那里获得鱼货的何家别无选择，只得继续在码头徘徊，寻找其他的供应商。在何家不懈的努力下，他真的找到了一家愿意提供货源的船公司，最终以举办竹鹰鱼生派对为由，成功说服了他们。何家成功收集了10箱新鲜的竹荚鱼。然而就在他稍微松了一口气时，新的麻烦又来了。阿阳急匆匆地来到何家身边，警告他停止这一切。他忧心忡忡地说，得罪了渔会，三狮船公司的未来岌岌可危。正当何家被阿阳的话吸引了注意力时，一个低调戴着鸭舌帽的男人悄无声息的悄悄推走了何家精心打包的鱼香。当何家意识到事情不妙时，一切都已经迟了。渔会会长的助理当面向何家炫耀，将他辛苦打包的鱼香一个接一个的倾倒，他们还踏碎了用来盛装鱼的箱子。看到一地的竹荚鱼，阿阳心生怜悯，他心想经此一事，这个女人可能会选择放弃。然而何家并未发一言，他只是静静地蹲下身，开始一条条捡起鱼来。他坚信自己无错，认为无错就不该轻易退缩。当何家捡完鱼，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他打工的旅馆时，老板娘拦住了他。老板娘含蓄地问何家是否考虑过放弃卖鱼，他还暗示如果是因为服务员工资不足驱使何家兼职的话，他愿意调高工资。晚上，何家在幼儿园接儿子小静时，他接到了一个电话，沟口从农林水产省告知他出了问题，他之前提交的自营许可证遭渔会指控造假，指责他诱导区分会理事长盖章同意。虽然何家力证自己的清白，但问题的解决并不简单。沟口提醒他缺少必要条件，许可证最终可能会被农林水产省吊销。在何家焦急万分之际，机敏的阿耀妈妈察觉到他的急迫，伸出援手。他提出今天可以让小静去他家玩耍，何家急忙接受并表示感谢，随即赶紧跨上自行车，直奔小酒馆寻找分会理事长。理事长一见何家便拔腿就逃。中川同样没预料到这女人如此难以摆脱，他不可能把渔会会长对他的威胁公之于众。倒在地上的何家感到格外痛心，他仅仅想帮助渔民销售渔货，为何如此简单的事办起来却异常艰难？他感到自己似乎快要支撑不住。失望至极的何家带着孩子回到东京，感觉自己像个失败者。他的好友试图安慰他，虽然这里的超市也卖鱼，但因为是大批量销售，许多顾客无法及时购买到刚捕捞上来的新鲜鱼，这也是许多孩子天生不喜欢吃鱼的原因。何家之前所提的鲜鱼香概念，一旦得到广泛应用，
确实有潜力为社会带来重大贡献。一提到鲜鱼香，何家的眼神立刻闪烁起希望的光芒，但随后那抹光又逐渐暗淡消失。他已经竭尽全力在推动这个项目。在何家感到绝望之际，街边关于提升女性地位的宣传海报给了他新的启示。自从何家离开后，3石传公司的社长阿阳变得焦虑不安。他一再审视何家留下的自营认证书的各项规定，意识到鲜鱼香的最终受益者正是渔民自身。他开始质疑他们是否真的固步自封。在阿阳犹豫不决时，渔会会长的助理找到他，声称何家曾诱导分会理事长在认证书上签字，现在渔会要联名废除这份自营认证书。说罢，便拉着犹豫的阿阳去共同作证。在撤销会议上，渔会会长山浦详述何家的所谓过错，并期待阿阳补上决定性一击。然而，阿阳突然出人意料的停顿了。他坦言自己不清楚何家是否威胁理事长盖章的真相，但他承认他提出的鲜鱼香计划的确周全，甚至认为渔民也可以采用这种方式销售渔货，终究仍旧会如期向渔会缴纳所有应交的手续费。然而，话未说完的阿阳被身旁神情阴沉的山浦打断。在紧张的会议气氛中，阿阳的员工永泽突然闯入，借口公司有渔民受伤紧急事件，在众人分散注意力时迅速抢过会议室的遥控器，并打开了电视。电视屏幕上播放的是农林水产大臣的讲话，大臣重点提及的女性正是何家时，当场听到大臣宣布将全力支持何家的事业，提倡提升女性在农渔业中的地位。现场的人都愣住了，几位见多识广的老手立刻改口，纷纷表示会长肯定是记错了。他们一致认为何家的认证书绝对是真实有效的。被算计的山浦只得怒气冲冲的退场。阿阳被召走后，永泽便拨通电话将情况告知了何家。这一次的关键助攻正是何家在东京所策划。而气势汹汹返回渔会的山浦没料到会在会所遇到一个意外的访客，正是鞋子从东京急匆匆赶来的何家。何家向山浦透露，他又对鲜鱼香计划进行了改良。这一次，他打算出售渔民们的混货鱼，那些搭在渔网里的偶然捕获的鱼种。此刻的山浦已是进退两难，目睹何家主动伸出援手，山浦立即展露笑颜，表示如果早些这样不是更好。对于鲜鱼香项目，渔会定会给予全力支持。离开渔会后，何家找到了阿阳，他说听永泽转达了阿阳先生在撤销会议时如何积极的为他辩护。阿阳有些尴尬的表示，他希望何家能够原谅他之前的过错。就在那一刻，何家起身了。在何家的不懈努力下，3石传公司的鲜鱼香计划迅速得到实施，但面临的首个挑战是缺乏顾客。因为当地居民对新鲜海鱼已习以为常，因此何家决定亲自出马寻找客户。但让生人信服自己并非易事，毫无销售经验的何家接连拜访了多家商铺，却一一遭到店主的各种拒绝。正当何家陷入绝望时，一位日式料理店店主的随口一句话启发了他。在亲自尝试了某家餐厅的招牌菜后，何家终于成功签下了首笔鲜鱼香订单。而这样的奔波对这位孤军奋战的单亲母亲来说只是开始。每天一早，何家起床后必须先将儿子送往幼儿园，接着便乘坐电车继续寻找可能订购鲜鱼香的新客户。夜幕降临，何家搭上末班车回到渔港，还必须前往接回在同学家留宿的小静。纵使时已晚，何家归家后依旧无法休息，他得将当天愿意下单鲜鱼香的客户资料归档整理，而那昏黄的工作灯光竟成为小静童年记忆中最不喜欢的景象。尽管何家如此尽力为3石传公司开拓新客源，装箱的渔夫们仍我行我素，漠不关心。何家对客户细致入微的专注精神，反而激发了渔夫们的明显不满。她这个外行的女性，在这些沉浸于渔业数十载的老渔民面前摆出指导姿态，即便3石传公司的社长阿阳不遗余力地为何家辩护，但长期积累的矛盾终在这一天激发了冲突。在3师深耕多年的高志带领员工包围了阿阳，质疑这位何家小姐的动机，为何一个单亲母亲会选择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还如此慷慨地助他们增收。另外，他每日外出声称寻找客户，但这段时间内3师鲜鱼香的订单数却没有任何增长。高志的激动情绪源自他意外看到了不该看的秘密。他回忆起昨晚母亲手中出现的一张神秘照片，他指着照片上的女性告诉他，自己在银行门外见过此人，当时他正拿着一大笔现金。高志在人前不便透露心中所疑，只能默默等待人群散去，之后才偷偷返回寻求阿阳协助查账，却意外遇到了何家的儿子小静。由于小静的同学突发水痘，何家只得请阿阳先行接孩子离开幼儿园。在见到小静有礼貌的打招呼时，高志犹豫了片刻，最终没在孩子面前提及何家的事。然而深夜时分，何家仍未归来，他的电话也始终无法接通，这让阿阳不禁感到事有蹊跷。次日清晨，趁小静熟睡之际，高志终于向阿阳揭露了真相。面对不容置疑的事实，阿阳不得不接受现实。此刻何家终于现身，得知儿子仍在沉睡，他宣布今日又有新订单，但阿阳却断然表示他们将不再与何家合作。他指向桌面的账目，断言何家挪用了公司资金。何家解释称那是工作上的必要支出，但阿阳仍旧不予置信，质疑一笔业务怎会瞬间耗费150万日元，坚信何家不过是个骗徒，伪装成单亲母亲来榨取他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面对这样的责难，何家选择了沉默。他表示如果大家都这么不信任他，
那么鲜鱼香的事务就让三师自己来处理。说罢，他收拾东西，带着儿子小静离开。这时电话响了起来，是一家日料店的主厨寻找何家小姐。他说何家的手机昨日遗留在了店里。得知何家刚离开，主厨愤怒地要求和社长通话。阿阳刚接起电话就遭遇了猛烈的斥责。主厨怒问公司是否都是如此对待员工。昨日何家在店里用餐时突然昏厥，医生诊断出他急性肾损伤。主厨在挂电话前还不忘激烈地抱怨几句。由于电话是免提的，在场的每个人听后都陷入了沉默。高志困惑地问为何何家要如此拼命至此。就在这时，阿堵注意到了何家笔记本上记录着紧密的文字和名片，汇集了最近客户的数据和合作餐厅的详情。这位看似平凡的单亲母亲，其实一直在默默展现自己的坚韧和努力。阿阳感到了无法抑制的内疚，带领着全体同事急匆匆地追了出去。然而何家只是不回头地骑上了自行车离去。被误解与不信任，感受到的痛苦与委屈无人能知。当看见小静的画册和向他跑来的那些渔夫，何家突然领悟到自己的价值。他是那个勇敢跃入海中的企鹅，向其他企鹅证明这片海域的安全。他是渔业界的勇敢先锋。阿阳追上来说的第一句话，瞬间冲散了何家所有的委屈。何家和渔夫们的快乐结局，却让密切关注此事的于会长颇为不快。他本以为用那张伪造的照片陷害何家已足够周到，现在反思自己的手段似乎还不够狠辣。何家在之不久便面临于会的新一轮纷争，他们宣布今后将不再提供出海所需的燃油和冰块。面对这种挑战，何家这次没有选择退让，反而是强势的予以回击。处理完于会的问题，何家返回东京，继续拜访订购鲜鱼香的客户。然而回访时出现了问题，由于炎热天气，冰块融化速度过快，不到1天时间，鱼就已浸泡在冰水中，无法正常使用。尽管加盐巴运输能够解决这一问题，但客户第2天便打来电话，抱怨鱼冻得过硬。对何家来说更加头疼的是，频繁出现订单寄送错误的情况。自从阿阳开始监督鲜鱼香包装，问题接连不断。尽管何家每次都以诚恳的态度向客户道歉，并承诺免费更换，但这同样导致鲜鱼香项目利润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订单量增加但公司亏损的局面。这些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在发放工资的那一天达到了顶点。领了工资的渔夫们愈发感到愤怒，他们明明在海上辛勤工作了2小时，回来还要处理繁琐的打包订单，偶尔的小错误也在所难免。他们认为问题出在何家过于温和，导致客户不断挑剔和找麻烦，就是为了占便宜再获得一箱免费的鱼。面对纷纷议论的众人，阿阳磨牙决定采取行动。他决定站出来帮何家处理那些挑剔鱼肉毛病的难缠客户。这般做法带来的后果极为显著，以至于何家的手机不断接到抱怨电话。何家满腔怒气冲公司去理论，而阿阳却笑称无需对他们表示感激，认为这些不过是细微的帮忙，认为何家作为女性不通海鱼的知识，难免受到挑剔。在何家愤怒的质问声中，阿阳仍然淡然回应，觉得这样的客户减少些也无妨，而且主张即便运输途中鱼有损伤，让鱼变美味也是厨师的职责所在，认为他们不应将烹饪技巧不佳归咎于食材，指责这是对诚实者的不公对待，并且对何家的客户选择表示质疑，不理解为何总是选择高端餐馆，这些餐馆每次的订单量又少，建议应该寻找那些不过于计较的大型超市，认为这才是获得大宗订单的正确途径。意识到理念的冲突常以双方受损告终，如何让渔夫们理解只做高端市场的决策，成了何家当前最棘手的难题。晚间回家后，何家给客户拨打电话致歉。在这时，一位法式餐厅的主厨的话语让他顿悟。刘山认为渔夫们可能难以想象自己的海鱼如何被转化，海鱼在高端餐厅将化为怎样的佳肴。若能亲口尝试，或许渔夫们会有所领悟。不经意间，何家决定了一项大胆的计划。他决定自费邀请这些乡村渔夫体验城市的法式料理。抵达东京，昔日傲气的渔夫们顿显拘谨，在目不暇接中，缓慢而迟疑的脚步之后，何家终于将他们带到了此行的终点。那是一间位于涉谷区的隐秘法式餐馆。主厨刘山一亮相，便带着满满的存在感。为了确立自己的地位，阿阳坐下后立刻开始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用他们的鱼来做法式料理简直可笑。他坚持认为鱼应当搭配酱油生食，以保留其原味。然而刘山反驳道，法式烹饪讲究多种酱汁搭配，以此为食材增添更多层次的风味。接着他端出了今晚的第一道菜，选用三狮船公司捕捞的马头鱼制成的冻肉配泡沫酱。面对精致繁复的摆盘，渔夫们最初并不买账，但当第一个人尝了一口之后，他们仿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味觉世界。原本怀疑的阿阳也拿起筷子，将鱼肉送入嘴中。在他内心不断自我提醒，他原以为自家的马头鱼味道平平无奇，但尝一口后，他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鱼肉的清爽与新鲜的酱料完美匹配，使他质疑这是否真是他们捕捞的马头鱼。在这一刻，那些自负的乡村渔夫深刻感受到了法式料理的精妙所在。然而阿阳依旧不以为然，坚称这美味源自他们捕捞的鱼。紧接着，新的菜肴被端上桌面，这是用竹鹰鱼制成的香煎鱼片，没有繁复的装饰或复杂的调味，仅是简朴的2片鱼肉叠放在一起。阿阳用筷子夹起一片鱼肉，第一口便露出满足的神情，自信他们捕的竹鹰鱼自有其独特美味。但第2口让他的笑容消失不见，下层的鱼肉口感松散，如同蕨蜡一般，
同为一鱼，品质差距怎会如此之大？当泡沫箱子盖被揭开，2条迥异的鱼展现在众人眼前，一条警示的鱼平静地躺在冰碴上，而另一条则憔悴地浸泡在水中。刘山向渔夫们解释，若是急捕及时，保存稍差对味道影响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保存不当的那份鱼味道就会大打折扣。保存的方法极为关键。阿阳先生肯定不希望看到自家捕捞的鱼品质下降。正当大家陷入沉思时，阿堵的话语让所有人醒悟。刘山向何家解释，捕鱼后立即进行放血处理，这种方法能够确保鱼肉保持最佳的新鲜度。阿阳打断他，抱怨放血步骤繁琐复杂，他们无法为每条捕获的鱼执行这一程序，市面上也鲜有人会这样处理鱼再销售。然而，正是阿阳无心的一句话，激发了何家的一个灵感。告别了刘山主厨之后，何家带领渔夫们回到了渔港。他仔细安排将新鲜鱼装箱并运往渔船上，渔网一拉起，阿阳便迅速放血并妥善装箱。一回到码头，就立即开始打包并发货。即便是见多识广的刘山，在收到这批鱼时也不禁赞叹，这批鱼货的品质实在是无可挑剔。三狮船公司在何家担纲总裁后迎来的首场危机，也在无数忧虑中平安度过。随着财务状况好转，何家毫不吝啬，优先为渔夫们提高了工资。提薪之后，何家还为每位出海的渔夫配备了智能手机，以便实时通过照片展示新鲜鱼货，让潜在买家迅速下单，确保鱼货的新鲜直供。加之投资购置公司车辆及招募懂电脑技能的职员，这笔资金一到手，何家旋即投入使用，财务松动所带来的成效也是显而易见，显著到连渔港的其他人都纷纷羡慕不已。他们甚至纷纷向渔业协会提出，也想自行销售渔货。随着事态逐渐升温，协会主席山浦不得不出面提醒三狮船公司，表面繁荣可能会有短暂之忧，万一所有渔民都自销产品，恐将导致行业秩序混乱。而在这压力之下，三狮船公司却遭遇了新的挑战。当何家将一直在幕后支持他的右介介绍给大家时，所有人的表情都透露出惊讶。阿阳之所以愤怒，是因为刚从渔业协会主席山浦那里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误以为右介是何家派来对付三狮船公司的人，但不右介不就是他的养子吗？一头雾水中，何家最终在办公室揭开了真相。原来右介是阿阳故去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孩子，尽管不是亲生的，阿阳对右介的爱护有加。然而在右介高中时期，一个突如其来的事故悄然发生，在照看孩子和处理公司事务的双重负担下，兜子因过度劳累突然离世。母亲去世后，右介坚定了成为医生的决心。然而当时渔港经济低迷，阿阳的收入远远不足，加之右介还有2个尚小的妹妹需要照顾，为了凑齐医学院的昂贵学费，他向母亲的家族求援。但是当右介向阿阳透露这一打算时，他的反应异常激烈。在激烈的争吵中，右介冲口出了指责父亲的话。阿阳性急，听到这样的指责便一怒之下宣告与儿子断绝关系。自那日起，右介便离开了渔港，前往东京学医。他未曾返回这个宁静的家乡。得知何家预祝船公司扭亏为盈，右介在背后默默提供建议，甚至何家带领渔夫进城享用法餐的那家餐厅，也是右介安排的。一旦真相大白，高志立刻前往阿阳家中劝解。毕竟无论如何，右介都是出于对阿阳这位父亲的关心。阿阳固执己见，多年如一日，尽管心知儿子言之有理，却仍然固守己见，拒绝和解。在这关键时刻，同行的阿堵发挥了关键作用。阿阳曾1秒前还坚决不让步，随即出现在办公室，略显尴尬。他微微局促地向右介表达了感激。有了当年的离家，他的妹妹们才得以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经过多年的隔阂，父子俩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冬日午后重归于好。自从电视节目播出以来，三狮船公司的渔货订单量猛增，供不应求。渔民们对于订单激增感到不堪重负，夜里捕鱼归来，次日还需忙碌至午间才能稍作休息。面对这种情况，何家不得不思考扩充团队。最近三狮船公司迎来了3位新面孔，刚从大学毕业、一本正经的小森，看似充满活力的运动少年刚士，以及酷爱钓鱼的眼镜型男冯板。然而何家不知道，这3人中隐藏着渔会的眼线。在3个新人中，最勤学好问的是上过大学的小森，初见面就不断做笔记，连平时严厉的阿阳也不禁赞许。刚士则是一坐下就开吃，而冯板忙着为前辈们斟酒。看到这些情景，何家的脸上浮现出满意的微笑。毕竟让年轻心血加入是他最初的愿望。然而这份满意仅在何家的脸上维持了1日。次日一早，3位新人尚未上岗便已精疲力尽。小森甚至质疑三狮是否违背了劳动法规。他们自昨夜出海至今，已连续工作超过14小时，纳闷为何至此刻仍不能结束工作，质疑这是否是对诚实人的不公。何家急忙解释，并非每1日都要出海作业，通常不航海的日子相对轻松。关键时刻，阿阳及时发言，缓和了紧张气氛。但三狮的新人培训并非一帆风顺，在为顾客装载渔货时，意外再次发生。小森他们在分拣时竟将不同种类的鱼混合，被指责时，他们还翻出笔记本，辩称阿堵只要求按大小分类，并未提及种类划分。尽管在分拣时，他们也感到有些疑惑，但作为新人，小森认为不应擅作主张。听到这话的阿堵几乎气炸了。回到办公室，工作人员也未能喘息。小森他们竟将为渔民准备的果汁一饮而尽。面对愤怒的渔夫前辈，这些新人还顽固抗辩。阿阳刚走向码头开始工作，
新的问题又出现，小森领着钢氏出现在他的面前，披露阿堵先生刚才无端施暴。正午时分，钢氏在码头小憩，无意间触碰了缆绳。阿堵见状，激烈的将他从柱子旁踢开，随手贴上一记耳光，以此为教训。实际上，触碰绳索可能导致手指严重受伤。然而小森认为这是一种粗暴行径，他认为阿堵将钢氏移开已足够，疑惑为何还需追加一记耳光，质疑这是否是资深员工对新人的欺压。小森将问题指向职场霸凌，使阿阳不得不介入。阿阳无奈，只是阿堵向钢氏道歉，尤其是在留住新人对渔业来说如此艰难的当下，渔夫们对阿阳的忍让感到不满，提出解雇小森。但阿阳考虑到小森刚入职不久的情况，担心对何家的解释会带来困难，再加上公司订单积压，显然无法轻易解雇员工。最终他代表公司向那些不满的老员工道歉，平息了事件。幸好阿阳的努力并非徒劳，在他耐心的指导下，小森逐渐领会了为客户着想的服务宗旨。新人们伴随船队出海的那日，小森主动向阿堵前辈表达了歉意，这对常常受气的阿堵来说是个惊喜。就在双方还处于微妙气氛中时，小森好奇地向阿堵询问脚边绳索的用途。阿堵耐心地解释，该绳索是连接网船与平衡船的重要部件，介绍两船之间的渔网内可能装载数百公斤的鱼群，在拖网作业中，网船可能会被渔网拉偏，因此需要平衡船进行反向拉扯，以保持网船的稳定。同时，渔会的山浦接到了来自上级的特别指示，要求他晚上留守，以防出现任何意外情况。从领导层的暗示来看，似乎对三狮渔业的行动已迫在眉睫。夜幕降临时，三狮的船只正准备在适当的捕捞时机收网。就在这关键时刻，一个意外发生了，连接网船与平衡船的关键绳索突然断裂，这使得网船一瞬间失去了稳定性。阿阳见状，立刻拨打电话向渔会请求紧急救援，随即只是高置放松渔网，以减轻紧张状态。但出乎意料的是，负责收网的绞收滚筒设备也出现故障。在船体剧烈晃动之际，正要检查渔网的小森不慎从船上摔入海中，幸亏高志及时赶到，奋力将他拽回船上。但这次救援的力道导致高志的手臂严重受伤。紧接着，网船的侧翻情况加剧，而这一次船体的倾斜角度几乎达到了极限。在紧急关头，阿阳意外地展现出了从容不迫，他迅速返回驾驶舱，果断做出了关键性的判断。阿堵毫不犹豫，果断地割断了渔网。这一行动终于稳定了岌岌可危的网船。目睹这一切的阿阳终于松了一口气，但他的心情依旧无法完全放松，因为只有身经百战的渔夫才明白修复渔网的巨大代价。回到办公室的阿堵忍不住一拳击向小森的面庞，他怀疑是小森导致网船绳索的断裂，但小森坚称自己无辜，并反驳阿堵的冲动行为。他建议，如果阿堵能更细致地检查那绳索，可能就能避免这场灾难。小森的话激起了阿堵的愤怒，准备再次爆发。然而在他即将迸发时，阿阳将他拉到一旁。多年的深厚友情竟不敌1个月前来的新人，这份委屈让阿堵选择了离去。阿阳的决定不仅伤害了阿堵，也影响了团队的凝聚力，连那些年来与他并肩作战的渔夫兄弟们也纷纷效仿阿堵，选择离开。当女社长何家急匆匆赶到时，一切已是回天乏术。员工的普遍怠工引发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导致所有预定的鲜鱼箱订单均无法按时配送。何家从一大早就开始不停地向客户致歉，电话接连不断，直至工作日结束都未有片刻喘息。终于在何家勉强完成了最后一通致歉电话时，阿阳告知他，出海所需的渔网已送修，需要1周才能修好，也就意味着三狮船公司这周无法进行捕鱼作业。不愿浪费时间的何家决定利用这段期间召回之前的员工，但脾气倔强的阿阳却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让那些不尽责的人回归无济于事，建议应该趁此机会招募一批新员工。何家即将前往东京参加一个渔业研讨会，计划在演讲结束后进行招聘。为了说服阿阳，何家最终接受了他的招聘提议。然而阿阳在招聘会上发现，要招到经验丰富的渔夫并非易事，尽管发了许多招聘传单和喊破了嗓子，却一个应聘者都没有。幸好何家早有预感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他在出发前已经安排了拓海留守，尝试说服老员工们返回。但老员工们并不容易说动，他们普遍认为公司的混乱是由新员工引起的，坚称除非小森离职，否则他们不愿意返回工作岗位。同时在别处何家的演讲活动也正式拉开帷幕，他作为首位推行鲜鱼箱计划的女性从业者受到了特邀。何家登台演讲充满自信与魅力，言辞流畅。自鲜鱼箱问世以来，渔民能够独立定价，曾经仅以400日元1公斤授予渔协的竹鹰鱼，现在能卖到2500日元。一旦销售500公斤，渔民的收入将增加100万日元。他向在座的渔民提问，若赚得这笔钱，他们会如何使用？经验丰富的老渔夫发言，表达了赚钱后想好好休息的愿望。这番话正好与何家的理念不谋而合。他紧接着指出，渔民若富裕起来，就无需每日出海，这对海洋是最大的恩赐。海洋资源的减少，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自然的恢复与重生，而这种可持续的循环将最终惠及人类的未来。这正是何家不懈推广鲜鱼箱计划的根本原因。听到这里，下方的渔民们激动起立，纷纷为何家的演讲鼓掌致敬。演讲结束后，有几位来自其他船公司的代表前来洽谈合作机会，其中一个名叫波佐间的男子特别引起了阿阳的不满。他一见到何家就滔滔不绝，显而易见的花言巧语让人警惕他的真实意图。
然而何家似乎未察觉波佐间先生的真面目，连在回程的路上，他还不断的向小森赞扬波佐间的风采。阿阳忍不住心中的酸楚，终于爆发了自己的不满，指责何家沉迷于被人围绕的虚荣感，还讽刺他对波佐间的赞美，连企鹅领带都成了可爱的标志，自嘲即使他也戴着相同的领带，却从未收到过何家的夸奖。阿阳的情绪越发激动，言语中充满了讽刺。这些话最终激怒了何家，他愤然离去，直奔电车站，甚至不顾背后被自动门挡住的阿阳。当何家抵达站台时，他这才意识到阿阳的车票还在自己口袋中，但他并未过多在意，因为小森依然在阿阳身边。何家心中的怒气尚未平息，就在这时，小森出现在了他的身后。显而易见，这位规矩的新人也离开了阿阳的身边。正当何家咒骂着准备返回接阿阳时，拓海的电话打了进来。电话中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他们最近的捕鱼行动中，那个割断渔网绳索的人已经被找到。在最近参加面试的3位新人中，有一位名叫冯板的眼镜男子非常可疑，他在面试时提供的身份信息全是伪造的，就连他留给公司的住址也是虚假的。冯板无缘无故地对3狮船公司进行破坏，究竟是何居心呢？他或许是渔会派来的内鬼。正当大家纷纷猜疑之际，社长何家果断决定将此事搁置。明白受骗之后，更应集中精力消除误解，确保公司的日常运营不受影响。阿堵的话让众人不安，纷纷向阿阳家赶去致歉。但当他们踏入阿阳家门时，却发现房间空无一人。这时何家突然记起，早上阿阳被他留在了东京的电车站，他立刻试图联系阿阳，却只得到手机关机的提示音。正当何家焦急寻找阿阳之际，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让他的计划陷入混乱。新任银行经理决定取消对3狮船公司的贷款支持。电话匆匆挂断，留下何家满腹疑问。何家回到办公室，渔会会长紧随其后造访。他告诉何家，3狮船公司必须在2天内归还所有债务，否则他作为会长将面临极其严重的后果。山浦匆忙告辞，留下何家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连续发生的事件让何家意识到背后可能有更大的力量在作祟。意识到这一点，他急忙购买车票赶往东京，并找到了农林水产省的沟口，希望得到支援。但沟口告诉他，想要获得援助并非易事，资金援助要求提供公司过去3年的完整财务记录，这对刚刚把握住希望的何家来说无异于当头一棒。因为3狮的正规财务记录是从他手中开始才有的，也就意味着即便是沟口也无法提供所需的救助。无路可走的何家在东京的街头流浪着绝望，他苦思不得其解，该如何为3狮筹集偿还渔会的资金。恰在此时，口袋中的一张名片照亮了他的希望，是波佐间在早晨的水产演讲会上留下的联系信息。他想，即便是抱着1/1000的希望，也要尝试一下。于是何家犹豫之后，还是决定拨通了那个电话。同时，因为没有随身携带现金，手机也没电的阿阳，只好在一家小饭店坐下，希望能稍作休息。幸运的是，他的儿子终于找到了他，并将他带回自己的家中。在询问父亲为何孤身一人留在东京之时，阿阳有些尴尬地承认了与何家发生了争执，但他没有后悔，因为他坚信自己的直觉。他坚信早上遇见的波佐间并非善类。阿阳安抚儿子不必担心，他计划第2天一早就返回渔港。次日一早，何家手持支票，全额偿还了渔会的债务，让长期压迫他们的渔会会长山浦大吃一惊。而这位为何家排忧解难的人，正是那位神秘的水产演讲会男士波佐间。波佐间向何家透露，这次的援助只是对3狮的一次小小支持，投资方是神石有机食品公司，他只是充当了一个连接2方的纽带。神石公司一直有意向进入渔业领域，通过与3狮的合作，实现双方共赢是个良机。这样一来，或许还能为何家他们的鲜鱼香开辟更多销路。此刻，阿阳急匆匆向办公室赶去。他早上一查手机，才知道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事。阅读着手机中的一条条道歉信息，阿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然而，这份感动在他踏入办公室那一刻突然消失。他发现眼前的3狮已经变得陌生。最终，阿阳默默地选择了离去，孤身一人返回到儿子佑介在东京的家中。另一方面，何家没有看到阿阳回来，也感到非常焦虑。他试图联系阿阳，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关键时刻是佑介打来的电话，也正是在那一刻，他才得知阿阳曾回来过一次。何家急忙让佑介开启扩音，向阿阳澄清这一切都是误会。他承认曾请求波佐间提供帮助，但这是因为公司被渔会逼得走投无路，而非出售公司资产。然而阿阳对此并不买账，坚称如果何家不与波佐间划清界限，他就不会回来。就这样，两人在争执中再次分开，情绪都很激动。第2天，何家决定处理与阿阳的关系，详尽地道出了争执的来龙去脉。得知争端起因不过是条领带，令人哭笑不得。资深员工们调侃何家的不公，质疑为何仅赞扬波佐间而忽略了阿阳。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安抚何家，表示不必担忧，认为阿阳这样一极度的性格，不久后自会归来。阿阳缺席期间，问题接踵而至，不断有顾客反映鲜鱼香的处理效果不如以往，这让何家感到困惑不解。何家将这一问题带回办公室进行讨论。目前负责去写任务的永泽虽手快，但仍逊于阿阳。会议即将结束之际，波佐间突如其来的到访，他表示愿意亲身体验3狮的捕鱼过程。经过商议，何家决定让他在阿阳之前的工作岗位上试手。波佐间上任后表现出惊人的熟练度，无论是船只操控还是捕鱼技巧，都堪比阿阳。甚至在第2天的鲜鱼香打包工作中，
波佐间也显示出了高超技巧，他向何家透露自己目前为自由职业者，并表示若有需要，愿意在此协助一段时间。这让何家感到意外之喜。考虑到三师目前迫切的人手需求，下午寻找住所的途中，波佐间忽发奇想，询问何家意见，建议将当地的船只联合，成立一家新公司。他分享了近日对渔港的观察心得，指出渔民们出售的鱼品质普遍上乘。他提议，若三师愿意带头，便能引领渔港共同销售，摆脱渔会的束缚，确信这将使每位渔夫都获益。对于资金问题，他表示无需忧虑，承诺将促使神氏公司援助渔民。何家被波佐间的热忱打动，微感心动。他向提出疑问的船长们解释，尽管合并为一家公司，但不设等级之别，并保障渔民们将来能自行销售渔获。投资人波佐间站出来支持何家，承诺一旦加入，神氏公司将提供资助。在波佐间滔滔不绝之际，渔会会长带队冲入，提出质疑。波佐间勇敢应对，不示弱，成功的反驳了渔会会长的质疑。会长被赶离，让原本犹豫的渔夫们下定决心，一个接一个的表示愿意加入三师团队。波佐间坚定的态度赢得了何家和团队的敬意。然而，一直旁观的永泽却感觉事情似乎不太对劲。第二天，他偷偷的联系了三师的资深员工阿笃和高志，提议一同前往东京寻找阿阳。那时的阿阳正舒适的待在儿子家中，毫无被出卖之事的知觉。又见那晚为阿阳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宴，饭桌上，他不断的说着阿阳乐于听的话，劝其畅饮。最终，他成功的让父亲酩酊大醉。次日，阿阳迷糊中醒来，发现自己在车上，他慌忙打开车窗，欲呼救，却看见几张熟悉的脸。阿阳摇摇晃晃地下了车，嘟囔着走向阿笃他们，质问他们究竟想做什么。他明确记得已经告诉何家，自己不会回去的。就在这时，去买东西的永泽走到阿阳面前，向他透露，三师在他离开后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神秘男子的到来，不仅捕鱼技艺超群，连去写和处理渔获的技术也超越了阿阳。此人一举帮助渔港的船公司偿清了所有债务，让渔会哑口无言。但是永泽仍然觉得那个名叫波佐间的男子有所隐瞒。他向阿阳坦白，自从那人出现后，何家似乎完全听从了他的指挥，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在每件事上都显得如此果断。永泽他们的真诚让阿阳最终决定返回。与此同时，何家也遇到了困境。农林水产省的沟口警告他，波佐间推荐的神氏公司存在疑点，虽然表面看似合法的企业，但其背后的所有股东实为外籍人士。沟口认真地向何家说明，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侵略手段，目的是通过控制沿海的渔业公司来削弱当地的渔协，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策略。沟口的指点令何家心生慌乱，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代表所有渔业公司与波佐间签订了合同。思及此，他急忙查阅近期的记录，命令事务员空叶核算波佐间已经垫付的资金总额。在何家忙得不可开交之际，阿阳终于归来。阿阳刚从东京返回渔港时，却听到何家告知自己被投资方蒙蔽，已将渔港出售给了神氏公司。为了凝聚共识，阿阳决定连夜出海，以告知其他船长真相。在阿阳和伙伴们的坚持不懈之下，他们在黎明前成功的将所有已签约的船长集合到了港口。但何家咨询完律师之后，才意识到现实的复杂。事实证明，简单的解决方法并不可行，因为除了三师签订的贷款合同，其他船公司与波佐间签的是投资合同，这导致合同难以单方面解除。在所有人感到无助之际，新人小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策略，建议通过故意违约，迫使对方提出解约。小森的提议让何家恍然大悟，他迅速联络当地渔会会长，阐明形势，并请求他们共同参与保卫渔港的努力。这个计划很快就得到了实践的机会。第二天，波佐间急匆匆地从东京赶来质疑。在会议上，他直接问何家他的真实意图。何家冷静地揭示了神氏公司背后的外资问题。根据相关法律，外资参与渔业是不被允许的，因此他们提出解约，并承诺退还之前的投资。波佐间听后神色自若，似已预料到这一幕。他轻描淡写地宣布，既然三师选择退出，那么渔港整合的任务将交由兵船长领导。波佐间的这一决定使三师团队困惑不解，不明白为何在关键时刻兵民突然改变立场。原来波佐间已经提前行动，在昨晚暗中联系了冰尻等人，细致阐释了各方的利益纠葛。毕竟谁愿意与未来的机遇为敌？在波佐间自信掌控全局之际，渔会会长的助手携令人震惊的消息闯入，传达了神氏公司意外的无条件解约意向。这突如其来的转变让波佐间措手不及，谢约书上的字句明确无误，让他不得不接受这出人意料的挫败。波佐间无奈地退出了现场，留下了几位策反失败、尴尬万分的船长。然而，让何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这次意外的救星到底是谁？他立刻返回办公室，致电农林水产省的沟口，但沟口的回应重新点燃了他的戒心。当何家以为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他被渔会会长带去会见了一位关键人物。这位人物曾经是三师公司的对手，后又成为他们的救星，那就是充满神秘气息的陈海议员。陈海与何家见面，直接切入主题，坦言在这个海洋之国，渔会的作用远超过简单的管理。只要何家放弃销售所谓的鲜鱼香，他愿意对此次差点出售渔港的风波既往不咎。然而何家岂能轻易妥协？他毕竟是三师今日之基石。见陈海议员即将离去，何家决断抛开所有顾忌，
直言今日局势之人，正是陈海这样的守旧势力。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贫则易为患。若不是渔会的放任使得渔民收入微薄，三师也无需亲自下海辛劳钓鱼。紧接着，会长山浦加入战局，毫不留情地播放了陈海的指令录音。局势一触即发，陈海却仍装作无动于衷，毕竟他的身份地位是他的盾牌。只要陈海不改口，三师的命运似乎注定。山浦感到绝望，跪地为何家恳求。何家在僵局中递出和解方案，他愿意让步，只求陈海允许三师继续经营鲜鱼乡。作为妥协，他愿意退出渔业。何家的牺牲最终换来了陈海的同意，但在向三师员工宣布决定时，阿阳却坚决反对。毕竟是何家带领他们闯过风浪，他们尚未尝到胜利的滋味，他便要黯然退出。阿阳冲动地宣称，若何家离开，那三师宁可放弃鲜鱼乡的生意。这番话激起了何家内心的烈焰，他激烈地斥责阿阳毫不留情。何家一走，三师的篇章仍旧书写。尽管如今跑业务的是小森和拓海，岁月匆匆，5年时光转瞬即逝。5年间，三师鲜鱼乡始终未曾止步，事业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各地蔓延，直至农林水产省修订政策，重塑渔业交易规范，渔民们终于能自由销售自己的渔获。